2025年走到年末，全球汽车行业也基本把这一年的成绩单全部摊在了台面上。各大车企3季报陆续披露之后，如果把这些数据放在同一张表里去看，会发现一个非常直观，甚至有些刺眼的现实：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轮深度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并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结构性的。很多人还停留在车市复苏、新能源回暖这样的宏观判断里，但财报数据其实已经把真实情况说得很清楚了。这不是一个普涨的时代，而是一个明显分化的阶段。有的车企在逆势中不断抬升，有的则在原地打转，甚至开始明显下滑。如果先把目光放到传统外资车企身上，会发现增长乏力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销量层面，除了丰田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之外，其他传统汽车巨头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踩了刹车。大众、通用、福特这些曾经定义行业格局的名字，如今更多是在手而不是攻。传统豪华品牌的压力更为明显，奔驰、宝马在多个核心市场的销量出现了实质性下滑。这种下滑已经不是单一车型的问题，而是品牌整体动能减弱的体现。即便是在新能源领域最早完成转型，并且长期占据话语权的特斯拉，3季度销量也同比下降了6%。这对于一家以高增长预期为核心估值逻辑的车企来说，本身就释放出了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这并不是说这些企业突然不行了，而是他们所依赖的那套增长逻辑正在逐渐失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在同一时期交出的答卷。在整体市场环境并不友好的情况下，中国车企却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甚至可以说是在逆势扩张。比亚迪、上汽、吉利、赛力斯、奇瑞等主流自主品牌几乎全部实现了2位数的销量增长，其中吉利的表现尤为突出，销量同比增长接近29%。这并不是依靠单一爆款，而是体系能力释放后的自然结果。而真正把量级拉到全球视角的是比亚迪。比亚迪集团前3季度累计销量达到326万辆，这个数字如果只放在国内市场来看，已经足够震撼，但如果放到全球范围内，它的意义会更大。326万辆已经稳稳进入全球前5，仅比排名第4的福特少5万辆，却比现代汽车多出了16万辆。这意味着比亚迪不再是区域冠军，而是真正站在全球主流车企序列里进行竞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销量规模并不是靠低价换来的，而是建立在完整产品矩阵和技术平台之上的。销量只是结果，真正决定企业长期走向的还是营收结构和盈利能力。从3季报来看，中国自主品牌在营收端的表现同样明显优于海外车企。比亚迪、吉利、奇瑞等主流车企前3季度营收全部实现了2位数增长，而海外巨头的营收增速却普遍放缓。即便是长期以高营收著称、规模优势极强的丰田，其营收同比增长也只有8%左右。其他多数外资品牌基本处在个位数增长区间，甚至出现倒退。奔驰、宝马、特斯拉、本田等传统巨头在营收端已经明显感受到压力，而真正让行业格局开始变味的是净利润表现。过去很多年，外资车企之所以能稳坐金字塔顶端，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成熟的成本控制体系和稳定的利润率。但在2025年，这套逻辑正在被打破。丰田这样以精益制造闻名全球的车企，净利润同比下滑了16%，大众、奔驰、本田等车企的利润跌幅更是超过了50%。这种级别的下滑已经不是周期波动可以解释的了。原因其实很清楚，一方面，美国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统一加征25%关税，直接冲击了全球车企的成本结构和供应链布局。很多企业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生产体系，在政策层面突然失去了效率优势。另一方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技术路径的选择。面对电动化、智能化、混动化的多重转型节点，很多海外车企的反应明显慢了半拍，甚至在关键方向上出现了犹豫和反复。技术投入节奏跟不上，产品落地速度自然会被拉开差距。当外部环境变得更严苛，而自身又无法迅速完成技术迭代，利润端的塌陷几乎是必然结果。再把视角拉回到中国自主品牌，会发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比亚迪、奇瑞等头部车企前3季度净利润全部突破100亿元，盈利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具备极强竞争力。这背后并没有什么捷径，核心依然是长期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比亚迪前3季度研发费用高达437.5亿元，同比增长31%；奇瑞同期研发投入78.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
这些数字放在全球车企中对比，已经不逊色于任何一家传统巨头。更重要的是，这些研发投入并不是概念性投入，而是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平台能力、电池技术、混动系统以及整车智能化水平。也正是因为过去多年持续不断的在技术上压重注，中国车企才能在这一轮全球汽车产业重构中迅速缩短与传统外资品牌之间的差距，甚至在部分核心领域实现反超。今天再回头看，会发现很多变化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笔。当全球汽车产业从机械工业迈入电子工业加软件工业的阶段，过去那套以发动机、变速箱为核心的优势正在快速贬值，而谁能掌握电池、电控、算法、系统集成能力，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主动。2025年的三季报其实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全球汽车市场正在进入一个不再奖励惯性的时代，规模不再天然等于安全，品牌历史也不再自动转化为利润。真正决定企业未来高度的只有2点：技术投入的深度以及体系反应的速度。对中国车企来说，这正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窗口期。过去是追赶者，现在正在并跑，而未来是否能真正实现领跑，取决于是否还能持续在技术上保持投入定力。市场环境随时可能变化，政策也可能反复，但只有技术能力才是穿越周期的底层筹码。